美国以国安为名，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在芯片等高新技术领域强推所谓双向脱钩。美国商务部日前宣布，正在对美半导体产供链与国防工业启动调查，预料将实施所谓反向限制，管制对华采购芯片。据悉，这次调查针对的是传统芯片，也就是28纳米及以上的制程芯片，是目前全球芯片市场出货量最大的商品。此外，美方还宣布，明年将以生产奖励的方式补贴在该国制造芯片的企业。当地时间21号，美国商务部宣布，其下属工业和安全局明年1月将针对美国半导体行业的供应链和国防工业启动一项调查，内容是美国企业以何种方式采购中国制造的半导体，并宣称这项调查减少中国出口芯片对美国构成的所谓国家安全风险。外界关注到，与以前美方限制向中国出售芯片不同的是，这次美国即将展开的是反向限制。按照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的说法，中国扩大传统芯片产能让其感到担忧。这些广泛应用于支持电信、汽车产业和国防工业等的传统芯片，对美国的关键行业十分重要。他表示，调查摸底只是第一步，之后将依据所获得的信息，为美国建立强大、多样化和有弹性的半导体供应链。深圳卫视注意到，芯片情报搜集是美方小院高墙打压的一个新手段。根据去年拜登签署的芯片法案，申请获得美国政府补贴的芯片企业向美国商务部提供与生产与销售相关的数据，甚至包括客户信息，被批霸王条款，涉及70多家企业，其中包括台积电、韩国三星和 SK 海力士、日本索尼半导体、亚马逊、思科、美光科技等知名企业。而将于明年1月开始的调查，则指向了所有在美国有半导体业务的企业，包括没有申请美国政府补贴的企业。一方面，他要知道美国的企业和中国的这些企业之间，它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联关系。他想知道中国企业在半导体行业这方面，他要拿到这些关键的信息，而且他要通过这些信息，他要了解中国这些企业背后是不是有他所谓的关切的这个军工的背景。那么，他要炮制一定的理由来为实施打压中国的这样一种做法去寻找借口。事实上，会对中国的企业的发展造成很大程度的干扰。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商务部这项调查也受到美国国会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鼓动。本月12号，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53页的报告，提出近150项政策建议，其中包括要求美国商务部对来自中国的传统芯片加征关税，还宣称要采取紧急行动，以阻止中国制造的传统芯片抢占美国市场。针对美国即将展开反向限制中国芯片的相关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2号回应称，全球产供链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美方应当切实尊重国际经贸规则和市场经济原则，为中美经贸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值得注意的是，美方还拿补贴说事，宣称过去10年，中国芯片企业获得了约1500亿美元的补贴，认为这不公平。但实际上，仅去年，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的芯片法案最初就提出价值2000亿美元的补贴，后来实际给出的额度约为530亿美元。分析认为，过去几年间，中国半导体相关企业在一些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扩大了市场份额。这也意味着，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主导制定并落实的小院高墙围堵策略陷入失败境地。因此，美国商务部又开始反向限制中国芯片对美国的出口。但美国半导体行业对政府升级打压中国企业表示担忧。实际上，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22年，该国企业吃掉了全球48%的芯片市场份额，而中国大陆企业占比仅7%，美国占有绝对优势。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总裁约翰诺伊弗还指出，同期中国市场规模超1800亿美元，是全球最大单一芯片市场，其中美企制造的芯片占据中国市场53.4%的份额。中国市场对美国芯片商尤为重要，达964亿美元，占美企全球营业额的35%。若失去中国市场，美国半导体行业势必遭受沉重打击。深圳卫视注意到，在美国对7纳米乃至14纳米制程技术对华封锁的情况下，中国企业提高对28纳米以上制程芯片的投资，也就是美方所称的传统芯片。其中，国内市场占有率在美方的封锁下快速提升。数据显示，2018年之前，中国自研芯片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大概在5%，
2022年这一数字达到了17%，今年预计可达25%。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柯静对深圳卫视表示，美方对中国企业传统芯片的性价比逐步提升感到担忧，因此开始着手制定打压策略。但美国政府忽略了美国芯片企业在华利润丰厚的事实。它是为了限制中国企业的这个市场占有率的发展，也就是说，你要能够收回成本，你要能够有市场的这个利润。那中国恰恰这方面呢，非常具有潜力，因为中国有非常广阔的消费市场，所以就是美国限制美国的企业去采购中国的产品，就是不希望将这部分的资金流向中国的市场，来为中国的研发提供资金。实际上，面对中国芯片产业的逐步突围，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真的急了。We're a couple years ahead of China. No way are we going to let them catch up. We cannot let them catch up. So we're going to deny them our most cutting-edge technology. 这是12月2号，雷蒙多在加州里根国防论坛上的一段放狠话时表态。美国媒体注意到，作为商务部长出席国防论坛的情况十分罕见。事实上，这是雷蒙多第一次出席该论坛，他更像是在给拜登政府的施政背书，并给自己领导的商务部下属工业安全局索要更多预算。纽约时报曾长文揭秘，拥有300人编制的工业安全局处在对华科技战最前沿。事实上，所谓芯片与国防产业评估也是由该局负责。I have a $200 million budget. That's like the cost of a few fighter jets. Come on, if we're serious, let's go. Fund this operation like it needs to be funded so we can do what we need to do to protect America. 雷蒙多还宣称要拉上盟友一起升级对华出口限制。It's not okay if we deny China something and the Japanese and the Germans are selling them component parts to make EUV tools. Not okay.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还在里根国防论坛上点名威胁一家美国企业——人工智能领域的大厂英伟达公司。该公司曾推出所谓的特供版芯片来供应中国市场，来规避美国商务部制定的芯片性能限制规定。英伟达公司 CEO 黄仁勋强调，他们无法放弃中国市场，是因为中国市场占据该公司20%的销售额。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英伟达开发新款特供版芯片已经获得了美国商务部的默许，但雷蒙多在里根论坛上点名威胁道，如果英伟达公司胆敢采取某种措施，重新设计一款芯片，使中国继续推进人工智能项目，第2天我就会对它采取控制措施。然而，雷蒙多这次又没能嘴硬太久。据美国媒体报道，仅几天后，雷蒙多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再次对媒体改口称，鉴于大多数人工智能芯片将用于商业应用，英伟达应该向中国出售人工智能芯片，但强调美国商务部将检查每个新芯片的每一个规格细节，确保它不违反出口管制。因为英伟达它很大一部分的市场的来源都是来自于中国的，那如果说这部分的收入受到很大的影响的话，那么无疑就会影响到英伟达的之后的这个研发提供丰富的这个资金，所以这样一种做法的话，一定会影响到这个它企业自身的一个科研的生态。分析认为，雷蒙多态度反复，显示美国政府既要又要的矛盾性。一方面，美国政府想打压中国；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又希望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赚取令人满意的利润，这样企业主们就会投票支持拜登连任。实际上，雷蒙多一手主导对华高科技打压政策的制定，面对中国企业突围，他的心情必然十分复杂。他曾直言，对华为新款手机成功上市感到沮丧、心烦意乱。今年8月底，雷蒙多访华；9月，他在美国众议院出席听证会时，再次被问及对中国科技企业取得突破的态度时，他用感到不安来形容自己的心情。I was obviously, I don't know what the right word, upset, when I saw the Huawei announcement. 中方多次表明反对美方打压、动辄胁迫以及长臂管辖的立场。在21号举行的中国商务部记者会上，发言人束觉婷再次强调，遏制打压阻挡不了中国和中国企业向前发展的脚步。此前，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曾表示，遏制打压阻挡不了中国发展，只会增强中国自立自强、科技创新的决心和能力。实际上，根据日本产经新闻近日报道，美国政府制定了跨总统任期的所谓半导体去中国化5年计划。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允许在华运营的韩国等半导体工厂继续使用美国技术，也是为了争取这些厂商的支持。后期，美国还对他们有更多的要求。
例如，根据韩国媒体报道，三星公司内部正在制定到2028年完成西安工厂的投资回收计划，具体是以遵守美国法规的形式停止追加投资尖端半导体，在维持工厂运行的同时，分阶段降低在中国的生产比例。据悉，雷蒙多今年8月访华之前，听取了在中国有重要业务的100多名美国企业高管的意见，对美国企业对其小院高墙打压中方所造成的影响进行摸底。而拜登去年签署的芯片法案有效期也是5年。雷蒙多对此解释称，这是一个宏伟的愿景，5年后应该能够达成很多目标。这在印度报业托拉斯通讯社的一篇报道中也获得印证。印度产业政策负责人表示，苹果公司将于5年内使 iPhone 在印度的产量扩大至目前的5倍。美国证券公司的推算显示，到2028年 ，iPhone 的30%以上将在印度生产。但日本产经新闻指出，美国的半导体去中国化5年计划，一方面是在跟时间赛跑，与中国的资本赛跑；另一方面，美国的计划也造成许多就业岗位流向东南亚以及南亚，而非美国本土，因此其前景也显得越发不明朗。中国有非常完备的工业体系，发达的这个基础设施，非常强大的物流。中国还有相对低成本，但是具有高素质的这个人力资源。与此同时，中国有非常稳定的这个商业环境还有非常庞大的消费市场。那么这些都决定了中国的工业、中国的制造业能力，它是一定是非常强大的。这个很难去靠这个单纯的打压就能够把它遏制住的。白宫当地时间22号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已签署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含多项消极涉华内容。近期还有多家美媒爆料，美军针对中国再有新动作。但外界也注意到，中美两军关系在时隔1年多后重启对话，有美媒对此持积极态度，指出中美军事高层间的直接沟通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至关重要。美国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将涵盖8860亿美元的支出，比去年增加了280亿美元。拨款主要用于国防部计划和军事建设、能源部国家安全计划、国务院和情报计划等。根据路透社报道，该法案长达近3100页，其中涉及多项消极涉华内容，包括要求国防部长在征得国务卿同意后，为台湾军队制定全面培训、咨询与制度性能力建设计划，扩大美与台湾军事网络安全合作等。法案还要求国防部长与国务卿协商，在法案生效90天内向国会有关委员会递交机密报告，说明台湾军队在过去10年中对美国提供和批准交付的军事能力的吸收状况，包括操作、维护、部署等情况。Including enhanced cyber cooperation with and prioritization of aid to Taiwan. 对于此法案，岛内网友称之为“强迫推销武器，光拿钱不给货法案”。还有网友批评美国又来提款了。外界注意到，上月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时，中方对美方当面指出，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中方重视美方在巴厘岛会晤中做出的有关积极表态，美方应该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体现在具体行动上，停止武装台湾，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2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就此也再次作出表态。需要指出的是，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立场一以贯之，坚如磐石，不可撼动。中国终将统一，也必然统一。美国的印太战略和这个对中国的遏制，包括在台湾地区的这种加强军事装备是它近年来的一个基本国策，可以说很难去改变甚至乎即便是大选出现了这个共和党执政的局面呢也不会改变这种整体的态势的所以说未来呢这种情况将会越来越多，愈演愈烈。美媒近期爆料，美方一边通过了史上最高军费，一方面还在重启一些2战时的古早设施，并宣称目的是所谓遏制中国。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的报道，美国太平洋空军方面向其证实，位于西太平洋的天宁岛的机场改造工作已经取得重大进展。此前有报道称，美军正在为此清理岛上丛林、重新铺设地面等，以增加与中国发生敌对行动时的基地选择。耐人寻味的是，
这一消息由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司令肯尼斯·威尔斯巴赫17号首先向日本媒体日经亚洲透露。分析指出，这显示美方意在鼓动日本加强海洋军事化的进度，以配合美国的岛链战略。天宁岛位于关岛以北约160公里处，属于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与东北亚、东南亚地区距离不到3000公里，地缘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二战期间，天宁岛曾是美国的空军基地。1945年，美军 B-29轰炸机携带原子弹从天宁岛起飞，轰炸广岛和长崎。二战结束后，该基地被弃用。公开消息显示，2003年，美国自二战结束后首次返回天宁岛修缮设施，并派驻美军赴岛上进行训练。2010年，美国国防部就扩建岛上的古老机场进行环境评估，但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反对。2015年，有报道显示，当地居民举行了抗议活动，对美方表示这是我们的岛，不是你们的岛，反对破坏当地自然环境以及军事化。但据美国军事网站防务1号今年9月的报道，美军已经开始砍伐岛上的丛林，以增加机场设施建设。据日经亚洲指出，美国空军2024财年的预算申请显示，已为天宁岛建设项目申请了7800万美元拨款。据此测算，一旦施工完成，天宁岛机场将成为一个庞大设施。美国意图将其打造成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备份。近几年来，这个美军在第二岛链地区呢，他就希望更分散，把兵力分散到各个不同的小岛，甚至乎呢，在太平洋深处，像这个夏威夷以东的这些地区，他也开始寻找这种分散的基地，就以便在战时呢，他拥有更多的据点，同时呢，也能够把这个兵力避免过度集中。所以说呢，这是他因应未来他对太平洋局势的这么一个发展的态势而做出的一种这个迎战的准备。美国印太战略重视多个此前长期被遗忘的岛屿，也受到美国舆论的高度关注。美国《纽约时报》近日也在报道中形容，美军为了应对中国而重返丛林。这里的丛林有2方面含义，一方面指的是美军强化地面部队的丛林作战训练。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将相当部分的兵力派往日本冲绳的闷热多雨地带，接受丛林环境训练。而另一方面还有丛林法则的意思。实际上呢，美军在太平洋的这种这个针对丛林战或者说热带地区的这种战斗准备呢，就主要是针对南海甚至乎台海的一些地形地貌做的这种战争的演练。这个美国呢，过去在中东，或者说是非洲这一带，它中央司令部那边的军事行动活动的时间太久，这个包括说阿富汗这种中亚地区，它需要重新的习惯这种丛林作战和热带地区的战斗。值得注意的是，中美两军高层对话21号重启。当天，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应约与美国参联会主席布朗进行视频通话。多家美国媒体对此高度关注。美国 Axios 新闻网指出，这是中美军事领导人在过去1年多来第一次通话。深圳卫视注意到，双方谈及台湾问题和南海。根据美国国防部事后发表的会议摘要，中美两军高层讨论了一系列全球和区域安全问题。布朗也强调，保持军事间开放沟通管道，以实质对话减少误解的重要性，且双方应共同努力，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竞争。五角大楼高级官员认为，这次通话是一个重要步骤，美方希望在未来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内，在各个层级同中国官员进行一系列的会晤或电话沟通。美国媒体报道称，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可能将于明年年初举行，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可能将于明年春天恢复。然而，美方近日再次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这次的矛头指向太空领域。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近日宣称，中国没有意愿与美国就探月进行合作，太空领域将成为两国的竞技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2号表示，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为了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同各国开展航天交流与合作。但美方却以冷战思维看待对华航天合作，出台沃尔夫条款、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2022美国竞争法等国内法，限制阻挠双方航天领域的交流合作，甚至对中方相关企业施加单边制裁。这是目前双方合作陷入困境的根源所在。
中国国家航天局新闻发言人许洪亮22号表示，2006年，中美两国航天机构曾建立地球科学和空间科学等航天合作工作组机制，就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进行了多次沟通。2011年，美方沃尔夫条款的出台，使中美两国航天机构交流几乎完全中断。目前，中国国家航天局已代表中国政府与50多个国家航天机构和国际组织签署了170多项合作协定或谅解备忘录。有评论认为，美方在航天领域对华合作的排斥，恰恰见证了自身的短视与不自信。2011年通过的美方沃尔夫条款，禁止中美两国之间任何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有关或由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协调的联合科研活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尼尔森还曾宣称，支持将不允许中国参与国际空间站研究项目的沃尔夫条款永久化。但深圳卫视注意到，11月29号，尼尔森所在的美国宇航局向美国会提出了一个特别申请，要求国会允许美国宇航局资助的研究人员向中国国家航天局申请中国嫦娥5号探月任务带回的月壤样品。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美军太平洋空军司令威尔斯巴赫称，美军打算重启太平洋天宁岛上一座2战时的旧机场。那您对此如何看呢？其实，威尔斯巴赫已经明确挑明了，美军此举的目的就是为了强化对华军事威慑，应对任何潜在的军事冲突。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一下，在这种冲突场景设定下，美军最为焦虑与恐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认为毫无疑问，就是解放军具备的中远程打击能力，尤其是东风系列导弹。近年来，东风弹道导弹与巡航导弹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越来越强，还有高超音速导弹，这些远程打击武器已经是让美军防不胜防。相反，由于一度受到跟俄罗斯签订的中导条约的制约，美国在中场其实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按照美方的说法，他们重启天津机场的目的是为了实施所谓的敏捷作战部署，而所谓的敏捷作战部署，用一句大白话来说，就是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因为美军在漫长的第二岛链上，真正自有的军事基地只有关岛一个，而随着解放军中远程导弹打击能力的进一步增强，美军在关岛上的安德森空军基地也难以自保。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决定重新启用2战之后被废弃、距离关岛大约170公里左右的天宁岛机场。天宁岛机场一旦重新启用，不仅可以跟关岛上的安德森空军基地互成犄角之势，以实现相互拱卫的目的，而且可以用天宁岛机场承接从安德森空军基地撤退和转移下来的飞机，并以此来保存美军飞机的战力。美军此前全面启动了对关岛军事基地的改造计划，现在又决定重启天宁岛机场。那您觉得这背后的总体战略部署是什么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到，自从拜登上台以来，美国最先着力的就是进一步强化在第一岛链上的部署。为此，拜登政府采取了3关齐下的策略，一方面是加大美军驻韩国、日本、菲律宾等军事基地的部署力度，二是通过重新再造美日、美韩、美菲军事同盟的方式，进一步强化这些国家的守卫与攻击能力；三是通过加大对台军售，重点强化了台军的战斗能力。在巩固与强化了第一岛链的部署之后，拜登政府又开始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对第二岛链的巩固与强化上，也就是不仅全面启动了对关岛军事基地的改造计划，而且重新启动了同样位于第二岛链上的天津岛机场。我认为这背后透露出的信号就是，美国对由韩国、日本、菲律宾等组成的第一岛链其实并没有多大的信心，或者说美军在第一岛链已经失去了安全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着手全面整固第二岛链。而且从美军对第二岛链的大动作可以看出，他们将会把第二岛链当成未来进可攻、退可守的主战场。美军将主要的宝都压在了第二岛链上面。
那您认为美军通过全面启动关岛军事基地的改造计划，以及重启天宁岛机场，最终能实现其所谓战略目标吗？我认为很难。中国有句俗话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美国不断通过强化自己的3条岛链来筑牢自己的盾牌的时候，中方的远程导弹进攻能力，或者说是矛的能力，其实也在不断提高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前，当中国中远程打击能力并不强的时候，美方曾经认为自己构筑的第一岛链就是固若金汤、坚不可摧的。但是当中国的中远程打击能力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之后，美国就对第一岛链没有信心了。那么现在，连美国国防情报局自己发布的分析报告都承认，解放军新开发的高超音速导弹已经可以打到美军在太平洋的所有基地了。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美军重启了第2岛链上的天津岛机场，分散了一部分空军战力，但是你就能够保障自己100%安全了吗？因此啊，美军的这一做法不仅无助于化解自身的安全困境，而且容易在本地区诱发更为激烈的军备竞赛，并推高本地区的军事对峙情势。所以归根到底啊，还是那句话，投资于战争不如投资于和平。太平洋足够大，能够容得下中美2个大国。美国要想实现自身以及本地区的长治久安，还是不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打赢战争上，而是应该放在如何实现中美2国的共存共荣上，把拜登总统多次声称的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的承诺真正落到实处。